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现在人站在挪威中部的漆黑荒野里面，抬头看着夜空，然后突然之间，一团发亮的光球出现了。而且你要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流星哦。对，因为它根本没有往下坠落，它反而在半空中瞬间急停，接着做出一个完全违反物理常识的直角转弯，甚至它就当着你的面直接分裂成好几颗小光球。说真的，任何人看到这个画面，脑中浮现的第一个词大概就是外星人，或者是 UFO 吧。没错，或者是那种科幻电影里面的无毛特效。但今天在这场深度解析里，我们要请你先把这些流行文化的浪漫想象全部抛到脑后。真的，因为我们今天要带大家进入的完全不是什么都市传说，它是一个经过严谨科学仪器持续监测了40多年的真实物理边界。也就是说，这份科学观测资料指向了一个超级反直觉，甚至可能会彻底颠覆你世界观的命题。那个在夜空中闪耀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发光的气体，也不是实体的飞行器，那其实是一道空间的裂缝。这确实是现代物理学里面最让人着迷也最头痛的谜团之一了。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地点是位在挪威的赫斯达伦谷地。赫斯达伦，对，自从1981年这片区域的光现象进入活跃期之后，各国的科学家就带着各种精密仪器进驻了。从1998年开始，当地甚至设立了一个叫做 Blue Box 的自动监测站。是一天24小时盯着看的那种吗？没错，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盯着天空。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现在手上拥有的不是那种网络上画质很差的模糊照片，或者乡野奇谈。我们有的是硬数据。对，我们有的是几十年的高频率雷达轨迹、光谱分析，甚至是极度精密的磁场变化数据。这是一个非常干净而且不断重复发生的观测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来做这场深潜。其实，在科学界，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数据摩擦力。数据摩擦力怎么说？就是当我们用最先进的仪器观测到了非常确凿的数据，可是现有所有的物理公式却都无法解释它的时候，这种巨大的摩擦力就产生了。这通常代表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少了一块很关键的拼图。了解。那新的物理学法则可能就藏在那个未知的裂缝里面。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一步一步来拆解这个现象。老师说了，自然界中会发光的事情其实蛮多的，极光也会亮，沼气也会亮。赫斯达伦之光到底有多反常？它的反常程度真的会让传统物理学家抓狂。这样讲好了，我在梳理这些雷达数据的时候，脑中浮现了一个比喻。我们一般理解的物理移动，就像是丢出一颗棒球。棒球丢出去，它有重量也有惯性。对啊，它会受到空气阻力的摩擦，最后被重力往下拉。但是这个赫斯达伦之光在雷达上的表现完全无视这些规则，它移动的方式更像是在移动你电脑荧幕上的滑鼠游标。哇，你这个游标的比喻真的抓到了现象的核心，是吧？对，你想想看，滑鼠游标没有实体质量，也没有惯性。你想让它出现在荧幕左边，它就在左边；瞬间移动到右边的时候，也不需要什么刹车或加速的过程，完全不需要。赫斯达伦之光在现实的天空中就展现出了这种完全无视力学定律的行径。这真的太荒谬了！如果它是一台飞行器，用这么高的速度在空气中做直角转弯，里面的驾驶员早就被居力给压碎了吧？不止驾驶员，机器本身也会瞬间解体。如果我们摊开监测数据，这团光球有3个非常具体的反常特征。第一个就是雷达清清楚楚拍到了它高速移动的轨迹，可是光谱仪器却找不到任何一丝一毫的化学推进迹象。意思是说，没有引擎排气，没有排气，没有燃烧的喷射，周围也没有因为高速摩擦而产生的热气流，它就这么凭空移动了。等等，如果它不是靠燃烧来推进的，那它发出来的光到底是哪来的？难道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光学幻想吗？这就是它最矛盾的地方了。它绝对不可能是幻想，因为当它出现的时候，仪器会同步记录到极度剧烈的磁场扰动，还有极低频无线电讯号的异常。所以它对环境是有实质影响的，非常强烈的影响。而且光谱分析显示，这团光球内部的能量密度极高，高到足以让周围的空气产生电离现象。电离
按理说，这等同于是你在半空中点燃了一颗拥有毁灭性能量的高温火球。没错。听到这里，我心里有一个超大的疑问：如果它的能量真的高到可以让空气电离，那当这团光飘过赫斯达伦谷地的树林，或者是降落到地面的时候，难道不会把周遭的树木全部烧成灰烬吗？这完全违反了热力学的常识啊！其实这就是整个魔团里面最吊诡的盲点。科学家事后去勘察光球掠过的现场，周围的植物跟土壤经常是找不到任何高温烧灼痕迹的。怎么可能？对，它展现出了惊人的高能量，可是却对周遭环境表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冷漠，完全没有热辐射造成的物理破坏。能量极高，却没有高温破坏。这就像是你刚刚在客厅里面引爆了一颗手榴弹，结果却只有一阵微风吹过去一样，这根本不合逻辑嘛！是很不合逻辑。面对这么庞大又清晰的观测特征，主流科学界这几十年来到底在干嘛？难道大家看着这些数据都只能双手一摊吗？科学家当然没有闲着啦，试图把这个现象纳入已知物理框架的努力其实从来没有停过。我们必须先了解主流界提出的几种模型，才会知道真正的盲点在哪里。好，我们来听听主流怎么说。第一种尝试叫做电池模型。地质学家发现，赫斯达伦谷地那边刚好有一条富含硫磺的河流穿过，而两岸的岩石又富含锌跟铜。这听起来像什么？锌跟铜加上酸性的河水，这根本就是一个天然的巨型化学电池啊！对，逻辑推演非常合理，所以他们推测可能是特定的气候条件触发了这个天然大电池的放电，才引发了空气中的电离发光。听起来蛮有一回事的。那第二种呢？第二种是尘埃燃烧模型，他们认为是当地特殊的矿物风化之后，金属微粒悬浮在空气中，然后发生了剧烈的自燃现象，也就是一团金属粉尘的烟火秀。没错。至于第三种，也是最常被媒体拿来引用的，叫做等离子体模型。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极端罕见、被磁场包裹住的球状闪电。坦白说，对于我们这种一般大众来讲，不管是天然电池、金属粉尘自燃，还是球状闪电，这些解释听起来都已经非常科学啦。是，听起来很安心。对吗？它等于是把一个看似超自然的光球拉回了我们熟悉的化学跟电磁学范畴。科学家很坦白地承认，现有的化学跟电磁模型有一个致命的破口。这个破口在于，他们只能勉强解释光是怎么亮起来的，但完全无法解释这团光的几何稳定性，还有它的运动状态。等一下，几何稳定性，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是粉尘燃烧或是闪电，它的形状不应该这么规则吗？对，你去想象一下，如果你点燃一根火柴，或者去观察一团黄爆的电浆，它们的边缘应该是随机的发散的，而且会随风摇摆，对吧？当然，火就是乱烧的啊。但是赫斯达伦之光往往能够维持一个近乎完美的几何球体，或者是椭圆形，而且这个完美的形状可以稳定存在长达好几分钟，甚至是几个小时哦。哇！你想想，一团靠化学反应燃烧的气体，凭什么能把自己锁在一个完美的几何形状里面这么久？确实耶，如果是天然电池放电，那个电放完瞬间就没了，不可能在空中悬浮几个小时啊。那如果是燃烧的金属粉尘，它应该会像烟火一样炸开散掉，怎么可能聚集在一起，甚至还做直角转弯？没错，更致命的就是它的运动状态。就像你一开始说的那个滑鼠游标的比喻，如果一团电浆在空中以那种无视惯性的极高速度飞行，然后急停，空气阻力早就把它扯成碎片了。所以化学模型只解释了为什么会亮，却解释不了它为什么能保持形状，更解释不了那种荒谬的移动方式，完全解释不了。这等于是说，主流科学界好不容易拼凑出了这幅画的颜色，却发现画布本身的形状根本不对。这其实是蛮痛的一个领悟。的确很痛。当旧的框架装不下新的现实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转换视角。它引入了一个叫做 PTQ 理论的框架。但在我们看图说故事之前，必须先给个免责声明。这份由理论物理学家 Dr. Q 提出的 PTQ 理论，目前在物理界仍然是非常前卫，甚至引发争议的假说。我们今天不是要说它已经成为真理，而是要带你看看这份文献是如何用一套完全打破常规的数学逻辑来解释主流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没错，我们今天先不深究它背后那套复杂的数学公式，我们只需要理解它的核心观念。在这个 PTQ 理论里面，我们不再把赫斯达伦之光看作是一团发光或者是燃烧的气体，那不然是什么？相反地，PTQ 把它视为是一种局部背景扣合异常。
局部背景扣合异常。等一下，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不是告诉我们，只有极大的质量，像是恒星或是黑洞那种等级的，再加上引力，才能够弯曲时空吗？是的，传统上是这样认为。那你现在跟我说，挪威这个谷地底下大概就是几块石头互相挤压产生的能量，居然就能够扭曲时空，这在物理学上怎么说得通啊？这就是 PDQ 理论最颠覆认知的地方了。其实它不是在挑战广义相对论那种大尺度的引力弯曲，它在探讨的是一种微观或者是局部的几何共鸣。几何共鸣。对， PDQ 理论认为，你要局部改变时空背景的属性，不一定非得靠巨大的质量。如果你能够触发一种被称为几何激活子 epsilon 的极端条件，其实也能够做到。几活子就像个开关一样吗？没错，而赫斯达伦谷地的独特地质恰好就提供了这个条件。所以是当地的地质压力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是的，当地的构造压力极大，庞大的岩层在那边互相挤压，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压电效应。压电效应就是压力转换成电能。对，你可以想象一下，地底下有无数的石英之类的晶体正在被暴力的挤压，这个过程释放出了极其强大而且频率极度特殊的电磁压力。在 PDQ 的框架下，这股来自地底的极端电磁压力，并不是单纯的跑到空气中去放电而已，它居然是与当地的空间几何产生了共鸣。哇，等一下，让我重组一下这个超级震撼的画面。你的意思是说，地底下的石头被疯狂挤压，然后产生了特定频率的电磁力，这股力量就像是一把音叉？对，一把巨大的音叉。而这把音叉没有敲在实体的物质上，它是直接敲击了那片区域的空间结构本身。没错，所以我们前面说的仪器亮到的那个什么极低频无线电讯号，还有磁场异常，其实根本不是光体发出的噪音，而是空间正在被扭曲的时候发出的摩擦声。你的理解非常到位。与其说它是噪音，倒不如说这是局部的空间在抵抗这种几何扭曲的时候所辐射出来的电磁特征。哇，这真的超扯的。但如果空间真的被这股地质力量给唤醒或是扭曲了，那就衍生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了。什么问题？我们肉眼看到的那团光，或者是雷达拍到的那个实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它不是燃烧的气体，那发光的到底是哪一个实体？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引入 PTG 理论里面一个听起来有点复杂，但其实非常关键的机制，叫做拍 PT 投影算子。PT 投影算子，这真的是外星语了。能不能用一个我们生活中的画面来比喻一下这个机制？好，我想一下你想象一下，我们平常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条紧紧咬合的拉链。拉链，好，有画面了。物质能量还有所有的热力学定律都被死死地卡在这条时空背景的拉链上面，大家都乖乖遵守着常规的物理法则。而这个所谓的投影算子，就像是这条拉链的拉链头。当地底的电磁共鸣到某个特定频率的时候，它就把那一小块区域的拉链给拉开了。等一下，拉开了，所以那一块空间破洞了吗？不能说是破洞，应该说它脱钩了。脱钩？对，就在拉链被拉开的那一瞬间，那团区域里面的能量跟我们常规的物理法则暂时失去了连接，而这个脱钩的区域被局部的背景撑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可见的相位结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光球。我的天哪，这解释真的太漂亮了。顺着你这个逻辑想那为什么光球会分裂？因为那根本就不是生物学上的什么细胞分裂，也不是一团气体被风吹散。没错，那是空间拉链的轨道在重新排布，是几何界面的改变。完全正确。而且这个机制也完美解拔了你前面提到的雷达跟推力的悖论呢。对耶，雷达波为什么能反射？因为它根本就是撞到了这块脱钩空间的几何边界。是的。那它为什么能无声无息地做出直角转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在推开空气飞行啊。没错，它是在这个被地质力量激发出来的天然几何泡泡里面，顺着空间的曲率在滑行。我懂了，既然它不是一个物理实体在空气里面硬钻，自然就不会产生空气阻力，没有摩擦也就没有任何声音，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尾气了。对。还有那个热力学的问题也是，为什么高能量却没有高温热辐射？因为热传导定律被那条拉链给隔绝了。
那团能量跟外界的环境脱钩了，所以热量根本没有办法透过常规的方式辐射到周围的松树上面，松树当然不会烧焦。而且，其实你现在已经完全掌握 PTQ 核心的逻辑了。你想啊，当我们看到那个光球慢慢变暗，最后消失的时候，那根本不是一团火球冷却下来，而是底下那个地质挤压的能量减弱了，空间几何的共鸣开始失协，然后那条被拉开的时空拉链又重新慢慢的咬合回去了。哇，把那些看似毫无相干，甚至互相矛盾的反常数据，用一个空间脱钩的机制全部串起来，这真的非常震撼。是不是很巧妙啊？对，这正是引入几何视角最优雅的地方。你看，传统模型解释不了的无惯性移动、热力学矛盾，还有完美的形状维持，在空间本身发生局部扭曲这个前提下，全部都迎刃而解了。但是有趣的地方来了，身为一个具备科学素养的听众，我们必须在这里踩个刹车。如果这一切真的像 PTQ 理论所说的是空间结构被改写，而不是某种罕见的天气现象，那我们要怎么证明？这个质疑非常好。对啊，科学总不能只是一种听起来很爽的哲学解释吧？它必须能提出可以被验证的证据啊！这是一件非常严肃而且关键的事情。针对赫斯达伦之光，物理学家提出了3个非常具体的硬核预测。洗耳恭听。第一个预测是什么？第一个预测叫做时序共识性。时序共识性，好，白话一点是，我们刚刚有提到那团光会闪烁，而且它会释放极低频的电磁波，对吧？对。如果这只是一团随机燃烧的气体，那它的光学闪烁跟电磁波频率是不应该有完美数学对应的。但是 PTQ 预测，只要拿仪器去比对，这两者的波形必须呈现绝对的同步。为什么？因为光跟层在底层的空间几何语法上，根本就是同一个扭曲现象的一体两面。也就是说，他们的节奏必须像是同一个指挥家带出来的交响乐一样精准。只要确认了这件事，就证明了他们来自同一个底层机制的驱动。没错。原来如此。那第二个预测呢？第二个预测是非热力学衰减。你去想想看，如果你今天熄灭一堆萤火或者关掉烤箱，那个温度的下降是不是渐进式的？这叫做热传导。对，热水变冷一定是一条平滑下降的曲线，需要时间散热嘛。但 PTQ 理论指出，赫斯达伦的光球熄灭的时候，它的能量衰减绝对不能符合这种慢慢冷却的规律。为什么不能？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热力学上的火球啊，它是空间相位的异常。当地底的压力释放完毕，共鸣结束的时候，那个时空泡泡会瞬间瓦解。瞬间瓦解？对，它的数据曲线会表现得像是你在转动收音机的旋钮一样，一旦离开了对应的频道，讯号不是慢慢变弱，而是瞬间失协，直接断崖式的消失。懂了，不是慢慢冷却，而是失去频道讯号。只要调出光球消失那一瞬间的高帧率感测数据，看看曲线是平缓的还是断崖式的，就能验证这个预测了。没错，就是这么直接。酷。那最后一个预测呢？这是最震撼，也是最能一锤定音的预测，叫做局部度规跳变。局部度规跳变，这个听起来真的很像《星际争霸战》里面要进入曲速跃迁前会讲的台词。其实它的科学意义的确比科幻电影还要颠覆。这样讲好了，如果在未来我们能拿着世界上最精准的原子钟，或者是最高规格的 GPS 测量仪，直接走到那团光球旁边进行测量，会发生什么事？ PTQ 预测，我们的仪器将会记录到微小的空间坐标偏移，或者是时间流逝异常。等等，让我确认一下，我没有理解错。你说的 GPS 异常是指像我们开车进隧道那样，讯号被干扰然后变弱吗？完全不是干扰，如果只是电磁干扰， GPS 就只会显示无法定位而已。度规跳变的意思是，仪器本身的运作完全正常，可是它测量到的结果会显示你偏离了原来的物理坐标。天哪！或者你的时间流逝速度跟站在几公尺外的观察者出现了微小但是真实的落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那个光球旁边的区域里面，时间与空间的本质坐标实质上已经被重新定义了。也就是说，根本不是时钟坏了，是时间本身在那里走的不一样了。GPS 会觉得自己短暂的进入了另一个维度的刻度里面。精确的说，是那个区域内部的有效度规被改写了。如果这个预测未来真的被实地证实的话，那将是人类科学史上第一次在自然环境中直接测量到宏观时空几何的局部改变。这真的太疯狂了！
我们一开始听这个故事，以为只是在研究一团奇怪的发光气体，结果这背后竟然是宇宙原始代码的展现。真的，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高，回到整个物理学的宏观图景来看，对于提出 PTQ 框架的物理学家来说，赫斯达伦之光或许还不能当作理论的最终证明，毕竟大自然充满了变数嘛。但它绝对是检验新物理学最完美的一块试金石。为什么说它是最完美的试金石？因为这不是科学家坐在办公室里在黑板上凭空想象出来的数学游戏，这是一个在地球的大气层里面存在了40年，被无数雷达、光谱仪、磁力计反复记录下来，却让整个旧世代物理学束手无策的真实巨兽。确实，它告诉我们，这不是什么神秘的外星访客，而是大自然在极端罕见的地质共鸣之下，不经意之间向我们展现的几何语法。所以今天我们跟着这些冰冷的数据还有深奥的理论一路拆解下来，大自然到底是如何巧妙地运用地底深处岩石的庞大挤压力量，像拨动琴弦一样触动了时空背景的隐藏机制。它硬生生地在挪威寒冷的夜空中撕开了一道空间的裂缝，并且把这道裂缝具象化为颗颗无声滑行、完全无视规则的奇迹之光。说得真好，赫斯达伦谷地的每一道光，其实就像是地球留给人类的一封天然请柬。它在暗示我们，时空的结构并不如我们过往想象中那样坚不可摧、死板一块。它其实是活的，是可以被调节，甚至被重写的。如果地球仅仅是靠着地质的岩石挤压，就能在无意间触发时空几何的改变，创造出这种无视惯性、无视热力学的不可思议光球，那么当人类彻底解码了这份几何语法，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在人类的实验室里撕开下一道时空的裂缝？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思想实验。而如果我们真的撕开了，那道裂缝的背后又会是什么样的世界？这个问题就留给你慢慢咀嚼了。我们留到下次的深度解析再来好好聊聊。